美国话语霸权过去很厚，薄薄的就被撕下来。我觉得这个裂痕不止打在俄乌之前，这个裂痕甚至打在美国的霸权的表皮上。TikTok 被禁其实引起蛮大的哗然，可是后来发现美国他对 TikTok 不满意的地方，不全是它内容，而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掌控话语权。起先你只是觉得说，哎呀，中国势力起来了哈，美国没有做好跟中国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所以美国它整个反应就有点歇斯底里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强权起来，那个强权起来，把你压下来，它现在变成慢慢开始多极了。于是拜登非常不喜欢纳坦雅胡嘛，可是当他对纳坦雅胡讲重话的时候呢，纳坦雅胡就想办法把中东的危机就升高一点点。俄中贸易几乎去美元化，但是你如果说取代美国的作为国际为货币的地位，那也还没有，美元的地位还是蛮巩固的。但是呢，美国发现奇怪，以前我可以掌控啊，因为国际局势已经破碎了。当国际局势破碎的时候，就不是你美国想话语就可以话语了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继续讲专家讲堂哦。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抖音被禁了哈。那抖音被禁剩下两条路，卖或滚蛋，这是美国给了抖音的最后的一个通牒哦。看起来抖音是没有要屈服的意思哦。但我想探论的是背后的问题啊，到底是侵害到了美国什么样的利益，导致美国的政界集体反水？除了这个反华的情绪之外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讨论的哦。美国有所谓三大霸权哦，就我个人的分析啊，美军、美金还有美语三个霸权呢，这个 TikTok 是不是碰到了话语权霸权呢？美中之间的这个激烈博弈啊，或者说我说美中俄啊，中俄现在呢背靠背在一起，这个激烈博弈当中，这三个霸权的领域啊，似乎都有展开全面的一个作动啊，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国确实反应也非常激烈啊，包括呢，它呢在菲律宾架设这个提风飞弹系统啊等等的一些举措，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脉络呢，从这个 TikTok 被禁的脉络，我们来切一切美国的三大霸权到底受到了中国乃至中俄联手的什么样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会让整个全球从这个单极化或者双极化的世界走向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有个多元化的世界来挑战这个秩序吗？而这样秩序动荡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讨论国际议题，我们来请教谁？我们来请教刘必荣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也好久不见了啊！这次 TikTok 被禁，其实引起蛮大的哗然，因为 TikTok 在全美有1.7亿的用户啊。BBC 呢马上出一篇文章啊，他说美国你众议院你通过了法案啊，提出了 TikTok， 你不出售就禁止啊。好，我就说不卖就滚。结果他直接已经探讨到下一个说，那潜在买家有谁啊？这一篇呢我有做过非常的详解，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直播啊。可是呢，重点是什么？重点在于呢，除了讨论他要卖给谁之外，其实还讨论到很多 TikTok 到底对于美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其实早在去年我也看到 BBC 另外一篇文章，他讲到说真实与虚幻的世界啊，意思是说 TikTok 提供了假的一个消息。可是我们也知道啊，要讲阴谋论啊 ，TikTok 还小事啊。推特才是大魔王啊，对不对？这个美国这个多的是这样子哦，所以讲到这个事情，那我们还记得啊，这个周受资啊，就 TikTok 的 CEO 啊，每一次都被问你跟中共的关系。我甚至记得有一个美国议员问他说啊 ，Do you ever join CCP？ 你有没有加入过中共呢？那他说。他就直接会说 Sir, I'm Singaporean。反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那同时你也看到很多用户嘛，尤其年轻人就站出来说他们要 keep TikTok。可是其实这背后还是触及的是美国的所谓的霸权，就我刚才说的美国的话语霸权、军事霸权跟经济霸权。那我们既然从 TikTok 而入啊，我们先从 TikTok 这个部分来讲一下。老师，我们怎么来看待美国的话语霸权建构？还有 TikTok 是不是触动到美国那不可触及的蛋糕？你这个图画得很好，这基本上就是美国的话语霸权啊。当然这里面包括两个，第一个就是英语嘛然后变成国际语言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它国家比较强，然后强很多时候它就是从它的角度来诠释整个世界，然后几乎你看到媒体你看到 CNN 啊什么不管我们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啦，看到媒体啦虽然很多人都讲觉说你不要受到这些美国媒体影响，因为那是美国人的观点，但是的确也是他们一直掌控了话语权。可是现在有什么东西改变呢？自媒体出现，对不对？以前我们没有听过什么自媒体，当你说自媒体出现以后，草根的一些声音开始出来了你说美国当然表示说TikTok 上面可能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啦什么，那么周受资本来就讲说，那你可以禁啊，你可以禁黄色啦，禁什么东西，对不对？
但你后来发现，美国他对 TikTok 不满意的地方，不全是它内容是吧？而就是你刚刚讲的，他没有办法完全掌控或者垄断很多话语权啊。你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嘛。以色列哈马斯，就我们平常如果对美国的了解，那你说美国犹太人呢，他掌握了很多的这个媒体，对不对啊？那么美国大的媒体、主流媒体都是犹太人手里，那他怎么样诠释那么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可是现在你看，很多时候就开始改变了啊。第一个就是穆斯林国家，你看东南亚，你就晓得啊，比如说像印尼啊、马来西亚，他们跟美国关系再好，但这个事情不买单的。所以最近不是东南亚那边不是有没调查吗？就是东南亚东协的国家，你到底比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中国啊？比较喜欢或者倾向中国的人，这个比例超过了美国嘛啊？那我问过一些东南亚的一些专家。那他们讲说，倒不是说中国忽然变得很 popular 是什么原因？什么呢？原因就是以哈战争嘛，你挺以色列嘛。那我们这些觉得哇，我觉得喜欢中国超过美国的那些国家，多半都是穆斯林嘛。我支持哈马斯嘛，我支持巴勒斯坦嘛，哈。那你支持以色列，好，那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不喜欢美国，于是我就投了中国一票嘛。明年是不是中国还会赢美国就不一定了哈。那你看美国内部也是这样子啊，你看很多，比如说挺巴勒斯坦的声音出来，然后就被打压下去嘛。那你在 TikTok 上面就开始有很多声音了，不是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的不公平呢？啊，很多是美国的以色列或者主流媒体说了算，那现在怎么可以说了算呢？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终于了解到，他没办法掌控这个现象，他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完全垄断话语权的时候。他当然觉得 TikTok 是个威胁嘛，对不对？你是个威胁嘛，你如果不把 TikTok 卖掉，那以后美国我就禁掉 TikTok。你说这整个道理来讲，不民主可能是不合法，但是就有一点点慌乱啊。那美国这个慌乱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他的权利逐渐的式微嘛，有被侵蚀掉嘛，话语权方面。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看的一个长远来看的一个现象。是这个侵蚀掉其实蛮有趣，因为这篇文章真的很长哦。我看到他写了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 TikTok 已经按照美国所有的要求，周受之其实他很努力啊。比如说第一个 data 完全跟中国切断，存到了这个甲骨文里面去。然后呢，再来呢，这个在美国的5个董事里面3个是美国人。周受之本身是在美国读书长大，然后娶了美国太太。他的太太好像另外一半也是华人，但是是美籍的，美籍华人。对，可是似乎就是不买单，因为所有的这个就商业上的规范，甚至包括安全的规范，似乎都合规。那篇文章讨论到最后的时候啊，有一个意思的，我觉得 BBC 因为毕竟是英国媒体啊，英国媒体有时候就喜欢阴阳一下美国嘛，所以他最后他冒了一个疑问，他跳出来说啊，如果演算法拆开来卖，那可能这笔交易的价值就大幅衰弱。那有意思啊！其实美国根本不在乎 TikTok 怎么样，他更在乎演算法，那就符合到刚才老师所讲的，他在话语霸权这一块受到了侵蚀。因为他不再能够掌控，他要让他的受众看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平台，其实这个是比较之前的图 ，Twitter 已经变 X，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这个平台甚至已经下来，有一些被我切掉了啊，比如说什么 Skype 啊 ，Skype 根本没人在用了嘛。那像这些大媒体啊，其实它现在影响力甚至呢不弱 TikTok， 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TikTok 的用户呢，它这里有一个点哦，1.7亿美国人每天至少花1个小时刷 TikTok， 而且呢60%是青少年，1/5说他们几乎经常使用，40%的美国用户啊说这是他们的固定新闻来源。最后你看这个 BBC 就说禁止 TikTok 可能被质疑会侵犯言论自由。所以你看他这样60%是青少年，这就我常常讲的，像我们也看国际情势、国际事务啊，很重要一点就看到世代啊，世代的一个差别。以前呢，就有一个西方的一个记者啊，他发现他的女儿的粉丝比那个记者还多，你知道吧？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记者，那他女儿才14岁，他的怎么粉丝比我还多呢？啊，因为 TikTok 啊。所以你看到哈，以前你没有看到世代的问题，对不对？以前到美国掌控全世界的时候，比如说世代的问题，就是现在年轻的这些世代呢，他的接收知识的方法不一样。对，就是我们就从我们小时候开始，比如我小时候，我们可能先是看书啊，看书，然后才可能就看到跟着书来拍的电影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漫画。可是，在年轻一代，你看金庸小说，可能是先看漫画。对，或可能看电影，然后最后才反过来看书。就他的接收知识的整个习惯跟我们年轻时候已经不一样啊，所以这也有意思。其实你看这件事情呢，
发生在美国，其实也会发生在中国。那中国大陆呢？你一样的，你的媒体你怎么禁啊？但大陆网络警察比较凶嘛啊。可是在美国呢，这是过去他没有想过说，比如说他对于国际事务他怎么诠释，现在有不同的诠释出来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敢跟美国说不啊，然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有他新的接受知识的一个习惯，包括美国自己人啊，美国自己的小朋友。那这个现象，坦白讲啊，对美国来讲，对中国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新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如何冲击着我们的社会，或者影响到整个国际的秩序？我觉得这个都很值得我们去关注。老师，那我直接切入问说，如果就话语权的这个掌握，政府的掌握来说，比较具有冲击性的是中国还是美国？尤其是现在这种新媒体的传播，我觉得对两边其实都有冲击了哈。美国，我觉得美国担心的是整个国际啊，美国过去可能主导国际舆论，但是现在有新的国家出来挑战美国的霸权，然后有新的这像 TikTok 出来挑战美国的话语权。那美国觉得他对于国际舆论有些东西，他没办法完全的掌握，他没办法按照他的想法去讲这事情是什么啊？那中国大陆本身，它当然大陆本身也有它的一个挑战。你看啊，大陆上很多时候，你说为什么有些官员开始有问责制度？因为以前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不是那么容易了。现在很多网络上很多人会挑战你官员，所以大陆的网友的他的这个权利呢，自由度当然比不上外面了，比不上别的国家，但是他慢慢的跟以前一样，以前是铁板一块嘛，现在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嘛，现在也遭受到冲击。所以我讲的世代。不只是美国有时代，中国也有时代，对吧？我讲的自媒体，美国有，中国也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是内部，中国本来就没办法掌控全世界的诠释权，但是美国是原来可以诠释权，所以它就这点来讲，美国遭受到侵蚀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焦虑其实是 TikTok 被禁的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对。其实我觉得像很多时候，美国都有一些无力感。我讲几个现象好了哈，比如说你看台湾呢，当时我们跟所罗门断交啊，对，当时你晓得台湾的外交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帮我们护着，对，当所罗门跟我们断交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所罗门这么小的国家，美国都没办法替台湾保着，那你对所罗门没有办法，对不对啊？接着洪都拉斯，对，洪都拉斯有美国基地，洪都拉斯在美国的后院，对美国多依赖。洪都拉斯敢跟美国叫板，说我承认中国，我跟台湾断交，美国也拉不住洪都拉斯，对不对？第三个是诺鲁，诺鲁什么国家？诺鲁这么一点点，1万人。那诺鲁跟中国建交以后，美国只表示很遗憾。哇，天哪，遗憾！你只会讲遗憾，你的 power 呢？你的影响力呢？南太平洋的诺鲁诺鲁你说所罗门啊、洪都拉斯啦、诺鲁啊，这3个现象就告诉我们。美国是视为嘛？确实哈，就是大国都会有焦虑感。其实俄罗斯也衰退得很严重，就是它的在它原本影响区域。可是对比起来，我觉得这世界竞逐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说比上不足，但比烂有余嘛。就是有点。当然，世界我觉得整体还是在往前走了哈。那讲到这个话语霸权，老师刚提到国际特别把这个拉出来，这个是香港的点新闻他有一个记者叫做上江南他说公然践踏国际法的美国霸权还能维持多久？但这篇我也蛮长的，我大概截几个。他主要是讲到是说你这个今年通过的2728号决议文要求以巴双方要停战，结果呢，明明是要来要求2国方案，世界各国也都同意，结果15个国家参与了投票，14个国家这个赞成当时成立的2728号决议文嘛，然后再一次的这个投票呢，美国投了反对，最好玩是英国竟然弃权了。5常里面呢，俄国、法国跟中国都同意，然后呢，剩下的小国里面1个弃权，其他都同意。所以美国光以色列最近用了30几次的否决权那大家就疑问说，那你霸权还可以践踏多久？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以巴是打得很激烈可是你这样长期跟以色列绑定，现在有人的说法就是以色列把他从纳粹以来的受害者形象全部赔光不打紧，还变侵略者形象。那事实上这个是不是也对美国的话语权造成很大的冲击？美国挺以色列坦白讲就
以色列对美国是情绪勒索嘛。其实拜登非常不喜欢纳坦雅胡嘛，但是拜登有对纳坦雅胡讲了很多的重话。可是你看，当他对纳坦雅胡讲重话的时候呢，纳坦雅胡就想办法把中东的危机就升高一点点啊。你看这个4月1号跟伊朗互轰，伊朗在4月13号报复以后，国际上马上告诉以色列说，你不要报复，你不要回击，对不对哈？那个伊朗我帮你制裁啊。你看，那不要报复，那我帮你去制裁伊朗，你不要报复伊朗，你不要真打。就是勒索美国嘛，就是美国再怎么样的讨厌以色列，那后来变得整个的以色列整个拉过去了。所以你说这个纳坦雅胡很会玩呐。其实以色列人本来就讲纳坦雅胡他是政治魔术师，政治魔术师就是他本来在国内政治他快垮台，他总有找到办法一下子让自己又败不复活啊。你看有人可以选那么多次都担任总理，然后他有这么多的这个坐票的什么案子，案子就没有爆发，每次案子要爆发，法院要审他。又发生了 COVID-19， 然后法院又关门，法院关门，法院开门又要审他，又发生了哈马斯打以色列，他总有办法让他自己过关啊。那所以呢，你说这就是你刚刚就回到你刚刚讲的，那美国是不是赔上去了，对不对？那当然一次一次就侵蚀了美国要作为国际领导的一个道德高度嘛。是，你要作为一个世界领导，于是你大旗一挥，我代表了正义，我代表了道德，然后你们跟着我们在对抗侵略者，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说以色列自己是不是站在道德上都没把握的时候，那你说美国说我挺以色列挺到底，那美国是赔掉他自己的整个信用，以他自己的高度，所以这是美国要做世界领导国家的一个代价。所以这里有一点就是说，明明就已经前院在失火了，后院来又放一把火。其实这个对美国确实是蛮伤的，因为原本俄乌的冲突之上呢，美国一开始至少在西方阵营里面，它是占据了这个道德的高点嘛，所以把整个给拉拢起来。可是随着这个事情越拖越长发现越来越不利啊。而且有个问题是，乌克兰都快被打扁了，美国也是不出手，就最多给武器。像最近说武器马上到，立刻到。我觉得美国越强调这个就是代表他越加软弱，不会动。对，就算到了也没用，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光靠武器是没有办法扭转一个大规模的战争的。其实我觉得这种话语权的这种损耗，真的是随着一个事件，还有。就是讲白了，就是实质情势，我们说物理现象的改变，所以他那个霸权，他也受到了这种贬损的状况。就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你刚刚讲的非常正确啊。就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啊，本来的美国跟欧洲不见得每个事情都是一样的，因为从川普的时代开始，就美国跟欧洲关系搞得越来越坏。拜登上来想重建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啊，那现在呢，俄乌战争一爆发以后。欧美重新整队嘛，整队就是欧洲归队归队，那当然很好嘛那其实这个不是你现在看他打了几年打不下来，超过2年以后，这什么？毕竟很多就开始改变了。你看多少人都算错了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也算错，我们也没算俄乌战争拖这么久对，普京也算错嘛。普京以为他2-3下打了乌克兰就投降了嘛，普京也没算准会打这么久，对不对？美国也没算准俄国可以撑那么久，对吧？美国以为说2-3下俄国就垮了，也不一定而且撑着以后，本来就大家义愤填膺讲的就是道德问题，道德问题拖久了以后就考虑权力问题了那你说你不可能把俄罗斯完全打趴嘛？那你国际秩序重建立，你还是得跟俄罗斯去交往，不是吗？那你怎么跟他去交往？那俄罗斯摆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当你一拖久了以后，人重新思考很多过去被压下来的问题，重新冒出来以后。谁也没办法说这个事情可以2-3下就解决嘛所以就美国开始犹豫。那美国开始犹豫的时候呢，那就泽伦斯基就在那边讲，你再不援助我就被打趴了那说好再援助，在援助以后还是不可能扭转那个情势那不可能扭转情势的情况下，那不是美国的或者西方的你的这个以为可以建立国际秩序的能力再一次受到证明，你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强势嘛？俄国没有那么强势，美国、欧洲也没那么强势，所以才会陷到泥淖之中这是一个就卡在那里了嘛。长期以来，俄国已经被西方给贬低了很多。那事实上看到就是当时我觉得美国有一个迷惑啦，就经济学的迷惑，就是在国际金融秩序之下，我只要让俄罗斯所有的加重制裁，因为俄国的制裁是比朝鲜还猛的，全部制裁完你就垮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制裁的结果是。发生化学效应，俄国的寡头不再能走漏资金，通通被锁在俄罗斯国内，要不然就或逃或倒嘛，要不然就臣服于普京嘛。那结果搞到最后变成俄国的原本
大量外流的这种资金反而留住，所以它很多化学变化是它要很长期估计的。但这个问题很深啊，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我只是想要就说这个表面上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达到你原本预期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一次一次就伤害到你自己的话语霸权的本身，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情的本质哦。那除了话语霸权之外呢，我们讲一下这军事霸权哦，这个是半岛电视台所统计的美国的全球的军事布局哦。那这个呢是英文的 Wiki 上面呢所摆的，就是美国的全球。我们必须讲了哈，因为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布局它不完全透明啊，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是一些估值。只是要跟大家讲的是说，美国在很多地方是没有布局，对，没错。但是在各大的一些重点，它其实布局依然是非常的广泛。常常说美中之争啊，中国除了维和部队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兵，除了吉布地的那个保修基地是比较大的之外啊，大部分没有。只有美国目前是有这样做到。那另外附带就是英国嘛。但英国现在也是衰弱的很啊，很多基地也都租给美国人在用啊。这个是这个军事的一个这个霸权的部分哦。那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的冲击之下，对美国的这个全球的军事的霸权有没有受到动摇？因为话语权受到动摇的背后，其实是你军事上面没有办法直接投入。那我觉得最经典的是泽连斯基说的：“你们请尽全力救以色列。”那他又不是北约国家，这北约跟北约的盟友救一个不是北约的国家，那我也帮你们北约挡子弹，您都不救我呢？尤其刚才老师不是提到一个99%拦截率吗？结果美国不是海军马上说，等一下，我们弹槽打空了，我们的船都没有飞弹可以拦截的，赶快要补充啊！还是跟美国国会要钱哦。所以我意思是说，这个所谓的军事的霸权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这个其实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毋庸置疑，这是毋庸置疑。然后只有他有办法，就你刚刚讲的全球这样的布局啊。那中国大陆想跟美国去拼的这个军事，我想这还有一段路要走啊。美国是可以完全可以掌控，这是实话啊。但是对美国有没有消耗呢？当然有消耗嘛。所以我现在看的两个东西哈。第一个东西就是，你晓得美国现在它当然还是全世界最强的，没有问题。但是你晓得，现在重要的就是，你看，像的美国跟菲律宾、日本不是在开了3边的会议吗？啊，现在谈到的这双方的这些关系，不全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它是一个 ecosystem， 它是一个生态。啊，就是美国，它在这整个生态的这种，你看，比如说日本，他们说我帮美国去盖这个德州的这个高铁啊，那美国说，哎呦，那我帮你日本送上太空，对不对哈？然后他帮这个菲律宾做的，不只是说帮你这个军事，甚至帮你做基础建设，帮你拉海底电缆，当然物流不是什么，它基本上是个 ecosystem， 它是整个立体的多面向的一个生态。那生态呢，你传统的一个同盟的关系，那当然就美国也许可以怎么样的主宰，它可以跟盟国，大的盟国跟小的盟国说你要怎么做啊。但如果变成一个生态，那当然就必须把一些控制权要 share 出去嘛，要分享出去嘛，因为我们是一个生态系统啊。那生态系统，当然你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讲呢，你看菲律宾以前的他的这个总统从杜特地可能亲中，小马可是亲美啊，那菲律宾的总统常常就是亲中亲美这样的摆动。可是当小马可仕呢全部融到美国的安全生态里面以后呢，他就没办法那么容易的然后我下一任总统再从美国生态里面拔出来我去亲中，不太可能，他已经整个被容纳进去了。那从美国来讲呢，那就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完全100%对盟邦的一个话语权，后来慢的就很多权力逐渐要分享出去，这是我们看到国际上的一个变化。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泽伦斯基完全搞不清楚乌克兰跟以色列怎么比的嘛，对不对？这隔壁家的小孩，你在说我们家的小孩，开玩笑，你跟以色列吃什么醋啊？你差得太远了。你看泽伦斯基每一次到处去讲说，哎呀，大家都不给我武器啊，答应的东西都没有到位，他嚷嚷的越凶，其实越证明他的挫折，你知道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你演员的魅力可以争取一些支持，可久而久之，你光凭演员的魅力是不行的，你必须展现领导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呢，泽伦斯基呢，当然他有他的一个权力的欲望，他也慢慢越变得比较政治化，他不是素人了。我觉得他慢慢的，他嚷嚷归嚷嚷，他心里应该是有底了。那他乌克兰跟以色列实在是差太多了。我觉得泽伦斯基会有这个底气哦，讲这些话。如果是换做其他的类似位阶的领导人哦，我看有可能就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
但是他因为他底气什么，这是个玩笑话哈，没有不涉及什么，就是说 You are Jewish, I'm Jewish too 啊，对，因为他的父母据说有此一说，他的父母这个家人都送到了以色列，对，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按照以色列的律法来说，他是可以这么做的，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泽连斯基就想说，怎么可能？这犹太人，我也犹太人啊。我是为乌克兰效力犹太人，你们是以色列犹太，我们牺牲更大。那是犹太人的国家，对，你这是斯拉夫族的，斯拉夫族的。不过这背后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哦。其实这就呼应到我们上一个轮所讲那一层那个薄薄的美国话语霸权，过去很厚，薄薄的就被撕下来，而那个撕下来那个赤裸的那个感觉。那就像皮肤被撕下来的那种血淋淋的感觉，是很痛的啊。所以这个裂痕哦，我觉得这个裂痕不止打在俄乌之前，这个裂痕甚至打在什么？打在美国的那个霸权的表皮上。那我比如说，美国的军事霸权短期是不可能动摇的，但是军事霸权也有其穷尽之时。比如说，为什么没办法干涉泽连斯基的要求？很简单嘛。因为俄国是核武大国啊，中国是核武大国啊，那这最大不一样，那个科比就不演了嘛，这个美国的安全事务发言人，他就直接不演了嘛，你们就是不一样，对，这挑白的跟你说啊，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但这个对于美国的军事霸权的实质面会不会有伤害？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毕竟美国是倾注全力。倒是有一个数据可以分享给老师来思考一下，今年美国的国债利息钱呢是8700亿美元。而美国的军事开支是8860亿美元，所以呢，美国已经有媒体来说，我的天啊，会不会史无前例达成第一次这个债务啊，就利息的债务的利息啊，比美军的整个吃穿用度还要高啊？那去年10月曾经在单月达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的内部已经有些人在紧张了，只是说因为目前这种讨论还不太能够太深入，有些事情是不能讲破的。对，当然了，这个战争花钱嘛，花钱，当你战争花钱，你就要举债嘛，这是实话哈。其实我们看每一次美国都是被迫说啊，我要援助多少钱。美国经济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美国为什么跟中国打贸易战啊？怎么样？你不要占我便宜，你这么多的工作机会啊等等。其实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当然还不断去援助。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的问题，以后会慢慢的冒出来。所以这个目前看起来军事霸权的动摇没有像话语霸权那么严重。对。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美金嘛，这个美国在经济金融上的霸权哦。俄罗斯的外长哈拉夫罗夫啊，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老常客了。他最近讲了，俄中贸易几乎去美元化，我蛮惊讶的啊。因为去美元化到什么程度呢？超过90% 都是以本国货币结算。那这个去美元化，当然背后也牵扯，就俄国被踢出了 SWIFT， 所以它基本是不太有没有美元来交易啊。那再来呢，俄中的经济贸易的进展开积极的发展哦，90% 互换以本国货币结算。那两国呢各种领域啊，农产品市场啊，大家这个最近大陆的同学就有一个段子，他说永远修不通的2条啊中俄铁路啊。砰的一下，突然就通了啊！而且现在通还不够，还通气啊，还很多通啊。那中俄的贸易快速增长，2021年1468亿美元哦，到了年增35.9%，2022年进一步成长到1902亿美元啊，首度突破这个将近2000美元。那去年2023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而且是涨到2401亿美元啊，首度突破2000亿美元。大家不要看中俄这么绵长的边界线，他们过去其实经贸关系是相对是松散的哦。实质上，乌克兰跟中国关系还比对俄罗斯还要好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普丁当时在去年8月所说的去美元化、金砖国家之间的互相的结算的问题，其实普丁真的做到了。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普丁是做到了，就是中国跟俄国贸易的去美元化，这是实话。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中国跟这个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买石油啊什么，其实也都是有时候就人民币来结算，也不是美元来结算啊。但是你如果说这几个点就可以取代说啊，美国的作为国际这个储备货币的这个地位就动摇了，那也还没有啊，因为那只是一个小部分的，因为大家基本上都还是用美元，美元的地位还是蛮巩固的。但是呢，有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你说在俄乌战争时候呢，就是西方制裁俄罗斯，对不对？好，西方在俄罗斯本来的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哈。那俄罗斯晓得我如果打乌克兰，你们一定会制裁我，对不对？那正常状况你不卖给我先囤嘛。所以俄罗斯有没有做准备呢？有做准备啊，有准备。但可是后来大家说有做准备，可能还是没效。为什么呢？因为最早的时候，西方本来想法你这没效，就是我把你从 SWIFT 里面踢出来。
你想 SWIFT 就是整个国际的金融，它是一个体系，这体系你必须透过这个 SWIFT。那你把它 SWIFT 踢出来以后，你跟俄罗斯跟国际上的很多美元的一些来往对接就没有了嘛？你是一个体系，把俄罗斯整个拉出来，所以当初本来讲说我 SWIFT 体系把你推出来，这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制裁啊。后来发现没有啊，变哑弹了。对呀，你整个踢出来以后，他用别的系统啊，那西方忽然发现制裁没用。所以你才看到俄罗斯的经济成长也开始上升，然后你以为俄罗斯会打消耗，结果俄罗斯并没有怎么样的消耗，没有被磨垮，整个就发现整个的经济工具在这里出了问题，不像你想的那么有效。所以你就想到说，西方本来以为它可以完全掌控这个全局，但这一点发现完全跟想的不一样。我觉得俄乌战争不管怎么样结束之后呢，你去看看这些经济体制或者经济的这些制裁的这个方法，一定会有很多书很多检讨这一块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有人说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学教父啊，叫做哈耶克、哈圣，这个不知道被拖出来枪毙几次，当然这是个玩笑话了啊，那也无意对哈耶克不敬，但是。我发现一个最有趣的点，就是话语霸权的松动的背后，当然是这些物理现象的支持、实际现象的支持。那这些实际的现象也因为话语霸权的松动而被传播了出来。而这个传播出来的过程中，让我们发现过去很多成建制的知识系统是被动摇的。所以这个认知真的是我自己看我2-3年前思考的逻辑，跟我现在在思考逻辑，我觉得认知的推陈出现的速度，那真的是太快了。以前在吸收学习知识的时候。跟现在所看到的现象，你用过去的系统去无法解释，你硬要解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变成你是流于情绪或是感受式的去思考这些问题。那我们当然台湾有很多媒体是提供这个方面的想法了，但是整体来讲，用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角度，或者用更高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系统被打破。就像刚才老师提到金融核弹，结果后来发现金融核弹是金融哑弹，那其实没有那么威胁。它的话语权的堆积是在于说，因为它好用，所以大家一起用，然后一起用久了之后成为习惯了，所以看起来它不可或缺。可是有一天，当他把它拉出去的时候，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对，一点不错。因为你刚才讲的，我们过去很多东西现在在逐渐改变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前我们谈到这个贸易自由化，对不对哈？我们谈到学国际贸易都会学到比较利益，比较利益什么东西呢？就是在什么地方生产比较便宜嘛？那你可能在那边生产，我在便宜地方生产，我卖到市场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因为它比较利益比较高嘛。贸易不是你都这样讲嘛，对不对？可是你想的俄乌战争啊，或美中贸易战啊，或美中对抗一打下来，现在想法不是这样嘛？以前不是要讲，以前看的是经济成本嘛，现在看的是安全嘛，看的叫供应链韧性嘛。我在这边生产可能比较贵，但是这边生产它比较安全，对不对？所以以前讲到整个的长链，现在变得破碎变断裂。以前讲到整个经济自由化，现在不再讲到什么自由化了，现在都讲到安全韧性，不考虑成本不是主要的考量，那不是颠覆以前我们很多的想法吗？是。于是国际上变成一块一块嘛，当一块一块，当你变成比如说你看很多生产中心就分散，于是它可能就地生产，就地就销售。那一个一个中心分散以后，那于是一个一个中等国家就冒出来了嘛，冒出来就挑战美国了。于是美国发现奇怪，以前我可以掌控啊，以前我的贸易，现在怎么一个一个这些中等国家在美国跟俄罗斯中间和中国之间摇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国际局势已经破碎了。当国际局势破碎的时候，就不是你美国想话语就可以话语了嘛。所以其实从解释到这里，我感觉是霸权其实是堆砌出来的，而这个堆砌出来的过程当中，它仰赖的是全球一体化。那这个全球一体化主要是在后冷战时期30年走得非常的远，可是我们发现其实也没远到说完全不可动摇。然后那个摇摆6国的话语权，之前我们也跟老师聊过，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复习那一集这样讲它。我其实有一个感受是，你越争执越争端的时候，其实反而也进一步限缩你的霸权。所以事实上，你越采取对抗的策略，然后你想撕裂这个，就是想要对抗这个世界，回到那个冷战的格局。可是那套思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的世界里面。中国也不是苏联，俄罗斯也不是苏联，那中国加俄罗斯更不是苏联，那中间还卡了一个印度，而且印度这边也顺带提嘴，印度的网友战力是很高的，因为他们英文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家说推特5常首藏印度嘛，就是他的用英文的网友很多啊。然后那个在推特里面开战的话，你就看到，那我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印度网友天生跟俄罗斯人的观念比较接近。为什么？因为冷战时期印度其实从苏联那边，苏联的盟国嘛，即便到今天还是，就算你把莫迪请去美国也没有用。
他们的民间普遍上同情俄罗斯，而且美国也不敢制裁印度啊。你看，印度去年刚靠倒卖俄罗斯的各种大宗商品，自己还顺便弄个这个炼油厂什么，再加工一下再卖出去，混油的啦，什么一大堆，什么49%俄国油，51%印尼油，其他油，然后卖的盆满钵满的，这个欧洲也是照收不误啊。那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话语权堆砌被打破之后，世界重整之后，其实对于美国现在是很不习惯。就是这个很不习惯的结果，反而造成进一步破碎了原本的话语权。那某种程度其实还削弱了，可能他实际还没到那里，可是他的感受的冲击，那个海啸就先来了。所以有些事情当感受海啸先来，当人心一瓦解的时候，它其实它速度又被加速了。所以那么才有一些美国、欧洲的学者在讲，他们是去年讲的，他们说2023年了。是新秩序的第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旧的秩序崩解，然后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所以这是一个中间一个灰色的地带，你知道吗？就是旧的秩序，你所习惯的秩序不一样。我们如果就放眼从这个拿破仑战争以后来看，美国这个强国已经作为一个强国蛮久了。你既然强了蛮久了，这世界一定在变嘛。起先你只是觉得说，哎呀，中国势力起来了美国没有做好跟中国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所以美国它整个反应就有点歇斯底里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强权起来，那个强权起来，把你压下来，可现在变成慢慢开始多极了，开始没有一个强权可以完全掌控全局。那还不只是所谓新兴强权挑战既有强权，而是当社会逐渐开始破碎，所以这才是讲说2023年是新秩序的第一年。那如果我们就这样看，那今年2024就是第二年嘛。那第二年的话，这样的变化，你什么时候会逐渐沉淀出来，尘埃落定，看出来一个新的秩序的一个框架？所以我觉得这我们要带领观众朋友或各种关心国际局势朋友，我们就追的这个轨迹。我们看到面临的世界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世界在变化的里面，那我们有什么商机或者什么先机，我可以预先去卡位嘛，我可以抓住。要不然的话，整个世界变化，我们台湾虽然小，也不能我就坐在这边等世界在我们周围发生变化。那世界发生变化，那我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就应该看到的变化里面，我应该怎么做调整我的心态，或者调整我整个准备？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开始思考的。那我可以蛮自豪的说，本节目还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对，这节目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这等于我们就是跟着带领着观众朋友跟着这个轨迹的变化，我们在走嘛。是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这种现象破碎，所以我觉得刚好积累到一个程度，今天我把这个架构一拉出来的时候，哇，很多事情都得到一个验证啊。那当然，你说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有受到一些挑战啊？当然也是有挑战啊。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啊，我觉得“一带一路”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来针对美国的应该说经济霸权的一种，不能说是制衡的，但他去发展一套，我总不能走你的路吧，我走我的路总行了吧？但总是会有一些抵抗嘛。比如说，你看这个抗议的人士，China out， 我拿一把枪在那边凶得要死，但是这边又在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嘛，“一带一路”的峰会啊，这个大家在一起拍照啊，所以呢，你看这绿媒啊，就报道就说，你看那个“一带一路”也是全撞墙。我就是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下标真是蛮赶的哈。那比如说保加利亚基建泡汤，巴基斯坦水坝罢工啊，然后我帮你加码了自由财经啊，对不对？巴基斯坦不是水坝罢工，巴基斯坦很多中国的这个工作人员还被炸死啊，对，皮鲁兹还出来乱打，对不对？我们要讲也讲不完。但是我必须讲啊，这确实有这个“一带一路”也受到挑战。其实这个挑战，老师我真的觉得这刚刚恰恰好反映了一件事，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霸权跟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其实包含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的很多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全球的布局，其实这才是最 real 的。事实上，国际冲突的现象，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冲突点哦。最近最新的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呢产能过剩。这一定要请老师来解一下。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现在美国的最新最夯的说法了。简单来讲是这样啊，就是所谓中国新三样啊，电动车、光伏产业、储能产业。电动车呢，这个对岸叫新能源车，这个光伏我们叫做太阳能。好，储能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电池。这些这个能源储存的这个部分，主要就是锂电池这一块啊。叶伦前阵子去访华的时候，就提到这3个过剩的问题啊，而且说这不是访华情绪啊，这是实质的这个威胁啊。那我们是脱钩的跟情绪脱钩。中国回应说哪有什么产能过剩？就我调查，电动车、光伏还有储能这个市场大到不得了，每年都是双位数以上成长啊，甚至这有些国家爆发式的成长，根本就是一无广后，我们的产能全开也来不及。那当然，根据中国自己的调查了，目前这个所谓新三样几乎是没有什么产能闲置的状况，确实是不断在出海。我们也看到比亚迪最新一季财报开出来也是非常的好看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日经调查的部分呢，可以看到今年第一季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来到5.3%的样子啊，然后呢，全年度预期是4.5%，可能也许还会更高。那我们就看到，那相对于比啊，联合国预计今年全球只有2.4%哦，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中美之间在这个经济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或者说美国过去 handle 全世界的经济做分配嘛，我是生产端，我是设计端，好，我有这个比较高的这设计，那这个你是下游、中下游，可是中国现在的产业的变化，其实蛮大程度在冲击这件事啊。这就耶伦今年刚刚回去而已啦，好访华，然后拜访这个中国总理李强嘛，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5.3%这个啊，这整个是有加速。那所谓的这个新三样嘛，好大幅的这个增长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口额的这个增加。虽然国内确实我看到在房地产方面确实在萎缩啊，就房地产的价格在萎缩，存量也在增加，但看起来中国第一季度 GDP 比一般专家预测都还要高啊。那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接下来美国现在在主打这个产能过剩，你这靠产能过剩冲 GDP， 我不接受，这是美国现在的态度。那最后我们做一点结论了哈。美国当然固然现在内部啊，这2位老先生啊，这个好像是上一次的图哦，原翻照崩，好，过了4年，2个添2个皱纹就好了哈。那国内确实指责的很激烈了哈，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问题，就是美中之间的冲突啊。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媒体，比如说像这个 Newsweek 啊，它就有写手哈，像这个 William Cooper 啊，他就写说美国正在衰弱，其实他是在忧心美国衰弱该怎么救啦啊。那这个里面，这个它是原文是英文啊，我请这个我们的好朋友 ChatGPT 把它翻译一下，翻得挺好的，说实在话。但它基本几个重点呢，就是说美国花了200年才达到一个这个最强的一个状况，一个霸主。那可是呢，你看美国当今啊，根据这各项民调，对美国现在状况啊的满意程度是大幅的下降，尤其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度下降。然后呢，这个失调的超级大国，然后呢也没办法去同时面对4个敌对的盟友，俄国、中国、朝鲜、伊朗。其实他的想法还是很传统的。可是他其实这种硬派文章啊，他也在检讨美国的衰弱的时候，其实他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他的观点内容，其实我们以前都讨论过，就很右派的观点，这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想用这张图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论哦。中美俄其实这是一盘棋嘛，但是我们只是看到这盘棋的本身哦，那我们更想深度的讨论是，从 G1 有人讨论到 G2。但是也有甚至到 G3 好了哦，那可是真正问题是世界其实往多极化在发展，那这个多极化最终是谁比较获利？那从目前的话语来看，其实中俄是蛮想要多极化的，那美国呢还是希望说by the rules 那个 international rules 其实是 American rules， 这我们也聊过，就所以老师就是现阶段的秩序其实是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那它正在过渡到一个多极化的秩序的过程中，第一个它会成功吗？第二个，这样多极化的秩序正如中俄所想要的，是不是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所以这个我们要讲的东西哈，你说刚刚讲说美国是不是正在衰退哈？在1990年，就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打的时候，当时美国人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美国出钱让各大家打仗，结果到1990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呢，大家出钱让美国打仗，你知道吧？哈，以前我出钱，老弟们你们打，现在变成朋友出钱让我打，那这是不是美国在衰退呢？啊，所以那时候这个耶鲁大学历史学者保罗甘乃迪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强权的崛起跟陨落》。那时候就研究到底500年来强权怎么崛起、怎么陨落的。那在美国就引起辩论，有一派人说，哎呀，美国已经衰退了；另外说美国没有衰退，因为虽然是别人出钱打，但是我能够把我的外交政策目标变成大家的目标嘛，这就属于软实力嘛，啊，就那个年代到出来的。那是1990年。1990年到现在，你看2023年、24年，你看就从这时候开始变化，才又这出来，美国是不是开始在衰退，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90年代的衰退，跟现在2023年、24年的这个衰退就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越来越多极嘛，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完全掌控的世界，所以世界有没有在变？有变。美国有没有衰退？有衰退。但有衰退，它会不会马上就走向多极呢？不，也许没有这么快。啊，你说多极是几个国家一样大，那美国跟中国不是一样大，那俄罗斯现在更不是一样大，欧洲还在分裂之中。但是从这个美国的所谓的一超多强，从美国能够掌控的全局，然后逐渐的往多元的这种情况在发展，那么没有人说话能够完全掌控全局。那这个现象，这个趋势其实是可以看的。我想这个多极化的趋势是往前走了，那它到底是比我们想象的慢，还是比我们想象的快来到？
我想很多东西要沉淀。不过有一个事情倒是给大家参考，就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哦，资讯传播的加速，其实人类很多事情是缩短的，速度是变快的啊。那我们说移风易俗嘛，以前最难改就是人心改意嘛。那现在反而人心改意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变心乃人之常情的一个世界，慢慢的出现。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前瞻性的一些想法啦，这是我们去年所分析的。那今年再回过头来看，那去年做的那一集就很有价值了啊。那我想中俄为什么期待这个可以多一点多极化？讲白了嘛，现在这个一超多强对他们讲是喘不过气来啊。多极化不管怎么样至少总比现在一超多强来的舒服一点。我想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从这一点看，就是中俄会不会取代美国的霸权变下一个霸或者说中国变成一个霸？未来是很难说，但至少就现在来看，我感觉是它更倾向于希望先多极化再说。好，那这个多极化不是均值的多极化。好，刚才老师有提到嘛，那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一样大吗？难呐，现在目前来说，但是中国这个中美俄一样大吗？不可能。国家的体量的落差比个人个体的落差还是极为更差的巨大了。诺鲁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国家，美国是一个国家。那这种落差也太大了吧，对吧？哈，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它背后所隐含的效益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美国3大霸权同时出现一些状况，而当中我觉得陨落最快。老师3个霸权你选一个吧，就陨落最快，排个顺序给我们做结论吧。我觉得直接受影响，当然我觉得是经济了，经济第一嘛，然后第二个当然是话语权，第二，然后军事上它比较后面。OK， 好，那我们就来这个之后我们再来慢慢验证老师的这个看法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那我们想今天非常的精彩。最后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的会员专属呢，都有这个会员专属的花絮，或者我们在正片里没办法完全呈现出来的内容呢，我们把它放到里面去哦。所以请关注我们的，不管是花絮版或者是这个未公开片段版或未公开完整版所以提供给大家来这个参考。所以一定要加入会员支持我们哦。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也欢迎大家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跟意见，也或者透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好，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做得更好。我们今天真是谢谢老师，好，谢谢，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相见喽，拜拜。